无论你曾经见过多离谱的乐高，今天都将重新刷新你对乐高的印象。这次总决赛规则很简单，28小时，不限主题和零件数，观众200票，评委100票，冠军可以拿走10万刀和超级大师头衔。长发组的小哥一开始就爬上了桌子，他们打算吸收1234季冠军作品的优点，加上只有自己手速才能拼出的规模，做一个史诗级的泰坦巨人。泰坦巨人为了不让城市陷进岩浆中，把整个城市托举在肩上，光看草图就非常的有冠军相。他们对自己的优势定位相当清晰，那就是非人般的手速，因为他们打算做相当恐怖的尺寸。巨人下半部分的骨架完成后，已经过去了4小时，还剩1天，是本赛季最长也是最后的一天。28小时中间是有休息时间的，毕竟乐高大师不是荒野求生。这时 Brickman 走过来指出了一个观赏角度问题。 So they're the legs, that's the lower half of the body? Yeah. Because this city that's going on the top, it's going to be like up here. It's too tall. It's too tall.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2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hrough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your build. 最终观众进来投票时会有相当多的小孩，但以孩子们的身高很可能看不到全貌。看着旁边的奖杯，长发组可不想空手回家，所以必须要改。但他们却选择了改动最小但难度最高的打法，让巨人微微弯腰，让上半部巨人和城市整体全都往前倾，即使顶着平衡被破坏的风险也不肯大改。他们执意选择这个主题也是有原因的。 Our very first audition build was a much smaller version of this. And that's what kind of led us back to this, because it's got this poetic kind of like bookending of our LEGO Masters experience as well. 他们尝试把城市底板放到巨人背上。 I actually need something to hold it forwards. I didn't think it would go that way. Okay, this i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be able to let go of it, but I can't. 结果底板太重了，结构有点顶不住，只能不断的加固，调整平衡后才勉强稳住了地基。 That's a good sign. Okay, so I'm 9 years old. Dude, this looks sick. 城市风格采用的是他们最喜欢的罗马建筑，还加上了点厕所幽默。整个城镇就是一个出色的小街景，里面充满了丰富的人仔故事。 So this waterfall is kind of tipping out. As it's falling forward, the water is kind of spilling out. We have 2 waterfalls coming over the side. 他们除了要吸引喜欢大尺寸模型的观众，还要留住人仔爱好者的票。但是一切的前提是城市能稳在巨人的肩上。 Time to lift. Do you honestly think that's going to stay up there? Honestly? If we balance it, I'm confident we can get up there. 别眨眼，我给个全景，你们就知道多汗流浃背了。 Okay, let me know. 比上次的冰与火还要科学的拼接画面出现了，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科学？ Oh my god. Oh my god! Maybe a bit more to your right. I'm just slowly letting the weight shift onto our Titan and trying to take my fingers away without them shaking too much. Okay, when you're ready. I think we're okay, man. 在无数屏息的凝视中，巨大的罗马城就这么被放在了巨人的肩上。这一画面给旁边2组选手都看麻了，夺冠的心又凉了一截。城市摇摇欲坠的感觉太引人注目了，感觉目光放松一刻都可能会掉下来，我都怕他们咳嗽一下把模型震掉了。 How is that moving the top? Oh my gosh. Please stop this. Anyway, trying to think about it. Thanks. Good luck. Cheers, Hamish. Whoop, sorry. Keep bumping stuff. You don't want me around. Oh, did it again. That's for damn sure. Oh, see ya. Oh. 下面的岩浆立体效果很强，用来增强泰坦巨人的动感，红色橙色非常吸睛，同时让画面拥有了鲜明的色彩对比。 3, 2, 1. You are finished. 28小时比赛结束，配合节目组给的打光，画面堪称伟大。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泰坦巨人不小心踏入了破碎的地面，地面受力裂开，陷入了滚烫的岩浆。巨人背上的城市可能要因此遭殃，塔楼上的守卫眼看着要坠落，人仔紧紧抓着土地，因为城市右边的地皮已经快要崩塌解体。我看懂了，而且大受震撼。从上到下3个层次的颜色非常赏心悦目，壮观和精巧合二为一，这是5季以来从未见过的乐高作品。长发组自己开辟了一种乐高赛道，面前的泰坦完美诠释了超级大师4个字 ，Brickman 看了都舍不得走。下一期挑战林中小路的作品，这将是史上最有悬念的总决赛。
我真的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作品有资格能和上一期的泰坦竞争冠军，这期确实让我感到不同于泰坦的另一种震撼了。兄弟组是第4季的冠军，上次的决赛里他们搭了一个史诗级的战斗场景，而这次他们打算做一个平静的时刻。在森林里露营的旅行者偶遇了巨大的森林的守护山神，兄弟俩可能是玩过旺达与巨像，他们想复刻类似林中小鹿的感觉，传达一种微妙细腻的情绪。兄弟组每一次的表现就差写着参考答案4个字了，在没有长发组这种不断突破答案的选手之前，兄弟俩一直都是标准的冠军。看着长发组的搭建，兄弟俩意识到只有极致的精湛才能打败规模。总决赛 Brickman 不再做谜语人，直接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I don't know how difficult this is for you when, you know, this sits back a little bit and peeks around. A little tilt of the head. It'd be great if I could get that to happen. 兄弟组的美学功底太硬了，巨兽山神的颜色浑然一体，很难想象这是一堆乐高零件组成的。在搭完山神后，他们继续做了一些和山神相似的小型角色，让他们躲在灌木丛和石头后面。他们在大小山神的眼睛后面加了灯光键。接着哥哥要开始捏第2位主角冒险家了。山神和冒险家的画面交互上非常像他们在迪士尼主题里做的海洋之心，一面是厄卡扑面而来的愤怒与狂躁，一面是昂扬无畏的莫阿娜，动态且富有感情。主角冒险家巧妙地采用布零件装饰身体，布料的褶皱感和轻盈感是砖块很难达到的。最后1小时，他们用来给场景做点缀，在旅行者身边增加了一只白色狗狗，山上放上小石碑来表明这是山神的领地，还有各种各样生动奇妙的小细节，以增加观众的停留时间。 It's such a good effect, isn't it, as you walk up? It's a world. It's a real world. It's an awesome original story. 一个冒险家踏入了这片森林，呼吸之间，冒险家抬头仰望，对上了山神的眼睛。荒野中的灵魂监视着自己的守护地，他们真的把去颗粒化追求到了极致。山神身上的甲片几乎达成了石板的材质效果。兄弟组当了一回造物主，整个画面兼具生命力和史诗感，细节上更是灵气逼人。森林里一个个小脑袋冒着悠悠的光，和林中小鹿一样，涌现了一种原始而真切的美。审美评分上已经达到了本季的巅峰。整体质量也远远超越了他们上一次的总决赛作品。作为看过5季的老观众，我敢确信这是迄今为止冠军最难抉择的总决赛。 Does it definitely tick that box of going,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Oh, hugely. Absolutely hugely. 下一期 You think he's the king lion? Yes. 大师赛完结篇来了，神仙遍地的第5季中，像友谊组这样的养成系选手也是存在的。自从胡子哥回家后，友谊组就爱上了搭动物。这次他们打算做一只坐在宝座上的狮子王，它掌管整个动物王国。但这种模型的痛点在于本身的存在感很高，需要更多的细节承接目光，不然很容易让人察觉缺陷。如果说长发组的泰坦巨人是漫画版的设定，那么友谊组就是漫画主角。从刚开始只会拼乐高套组就来参赛，短短10几集就上分到了国服前3。他们把棕色键拼成叶片形状，再复制拼成狮子的大围脖，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有一组想把动物塑造得更加幽默，毕竟现场很多小朋友都手握票权。半场的时候 Brickman 走过来视察，提出目前的动物数量太少，而且王座周围要放置一些能够体现狮子是统治者的东西，不然看上去就像动物排排坐。因为有一组起点就和其他2组不同，所以技术上也有不小的差距，搭建中遇到了一些基础问题。And the legs are sort of coming out, and then I can't get things the right angle. 但同时他们也从之前的搭建中优化了技术，2个人就像上了一所乐高大学。 Caleb and Alex, best ever, right? Build? Oh, definitely. 森林之王坐在宝座上，四面八方的动物献上了自己带来的贡品，有培根、鸡蛋、牛排，甚至是一只活的老鼠。狮子的位置比人要高出一些，所以必须抬头才能看到狮子的眼睛，很精巧的设计出了威严感。但和前面的泰坦山神在完成度上差的还是大了点。不过在美版拿个冠军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意料之中的观众票选环节里，前来参与投票的字符哥 Kale 对巨大的泰坦一见钟情。 That Titan, that Emperor Titan, that's gorgeous. I'm a bit in love, you know? 除了受邀的小朋友和家长，手握投票权的还有许多前4季的选手。在观众和评委投票后，冠军已经诞生。接下来主持人要从后往前公布名次。
季军基本没有悬念的给到了养成系的友谊组，这是他们第2次在总决赛上夺得季军，但这次总决赛含金量要比往届高出太多。恭喜 Caleb 和 Alex 竞技番主角班的第3名，为后面登顶更大的舞台做铺垫。接下来公布冠军，也等于直接公布了亚军。兄弟组和长发组都站到过这个位置，山神和泰坦的悬念实在是太大了。我放原片，你们自己看吧。 The winner of LEGO Grandmasters Australia, taking home $100 grand and the title of LEGO Grandmasters. I'm really milking this, Hamish. Scotty and Owen. Yes!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泰坦确实带来了太大的视觉和心理震撼。长发组这一季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敢打敢拼，后半赛程基本上是全程领跑。兄弟组的山神拿到了亚军。说实话，对我来说，山神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震撼要比泰坦多一些。和林中小鹿同一级别的让人惊叹的作品，接下来只剩一件事要做了。 Guys, are you ready for the hoisting? Love a hoist. The moment. Take a handle each. Scotty and Owen, good job! 彼时彼刻，泰坦举起城市，恰如此时此刻，他们捧起奖杯，完结撒花。